大家好，很高兴又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想借此机会先谢谢那些给我点赞留言的朋友，还有那些给我 super thanks 的朋友。我知道自己的回复一直都很慢，但是呢，我都有看你们的评论，而且呢，你们的评论真的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。我觉得像我这样想要跟社交媒体绝交的人呢，可能也不太适合做 YouTube 频道。今天的 podcast 呢，我们来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一个看似爱自己的行为，其实无形中在消耗自己。那这篇文章呢，是我在网上看到的，然后自己稍微做了一下修改，难度上呢更加适合中级中文水平的人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。最近我对徒步开始感兴趣，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几次后，系统就不断推荐各种徒步装备，漂亮的登山杖，舒适的徒步鞋，还有马卡龙色的冲锋衣，越看越喜欢。我一口气把这些装备都装进了购物车，然后截图给一个常去徒步的朋友看，问他怎么样，这些装备够齐全吧？我们一起去徒步呀。没想到他回我说，你还没徒过步，干嘛准备这么多？徒步最重要的是先去徒步，先走出去才是第一步啊。这句话让我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以前很多兴趣爱好也是这样。刚开始学摄影就买相机，对咖啡感兴趣就买全套手冲工具，结果大部分时间都闲置在那里。久而久之，我开始这样评判自己：3分钟热度，乱花钱。有时候看到新鲜的东西很感兴趣，但一想到之前那些失败又烧钱的尝试，就会打消念头，连去尝试的勇气都没有了。最近我明白了，问题可能不在于3分钟热度，而是在花钱的顺序上出了问题。消费不应该成为行动的前奏，而应该是行动后的奖励。举个例子，对某件事物感兴趣时，我们完全可以先用手头的工具去尝试。比如，坚持跑步1个月后，再奖励自己一双跑鞋。去20次健身房，再奖励自己一套高端健身服。拍100张照片，再奖励自己一台相机。为什么这样更好呢？因为花钱越早，热情越快消失。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享乐适应，意思是无论事情多让人兴奋或满足，时间一长，我们的情绪就会回到原来的水平。如果只是靠消费来激发热情，很容易短期内感觉很兴奋，但很快就会失去兴趣。相反，如果先用现有资源行动，把购买作为奖励，你会发现期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快乐体验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知道1个月后能得到那双心仪已久的跑鞋，那1个月里你会更有动力去跑步。
而当你真的坚持1个月后，在获得奖励时，不仅习惯养成了，购物的快乐也更持久。很多人还有一个习惯，过度准备。想学摄影，先买相机；想做自媒体，先买灯光器材；想健身，先找最科学的教程。总想着万事俱备才开始行动。但过度准备其实是一种假忙碌。我们以为准备好了，就差最后一步就能成功。实际上，只要没行动，进度永远是0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根源是对失败的恐惧。我们以为装备越好，就能坚持行动。其实，这往往是在给自己找借口。等跑鞋到了再开始跑，等找到好场地再去徒步，等学会正确方法再开始健身。所以，当你发现自己陷入过度准备，不妨直接行动，先尝试，再慢慢优化。人生中很多事情并不会等你完全准备好了才发生。另外，先行动还能帮你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。研究发现，新手消费者对兴趣领域了解不够时，很容易被别人影响或进行社会比较，从而做出后悔的消费决定。比如，听健身教练推荐就冲动买课，结果发现自己不喜欢健身房。跟着经常徒步的人买装备，发现鞋不舒服或者太贵。先用手头现有的方式尝试，能让你真正了解自己的需求。跑步时感受鞋子的舒适度，摄影时感受相机的操作感。可能你会发现，基本款已经够用，或者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和自己想的不一样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些兴趣可能只是短暂的尝试。如果行动坚持不到消费奖励的那天，也说明你不必为此花钱。所以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观点是：先行动，再消费，让行动带来习惯，让奖励带来快乐。这样，你的兴趣才会真正扎根，你的购物才会带来长久的幸福。你觉得这个观点有道理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。绝交，断绝朋友关系，不再来往。他们因为一件小事就绝交了。虽然吵过架，但他们并没有真的绝交。无形中，在不知不觉之中，不明显、不直接表现出来的情况下，我们无形中养成了依赖手机的习惯。这句话无形中伤害了他的感情。闲置，不被使用，放着不用，处于空闲状态。这台旧电脑已经闲置好几年了。这些资源如果闲置，会造成浪费。
3分钟热度，形容做事情兴趣不持久，很快就失去热情。不要总是3分钟热度，做事要有坚持。刚开始他很积极，但可能只是3分钟热度。前奏，在正式开始之前的铺垫或开端，音乐中指乐曲开始的部分，引出主体部分。这首歌的前奏非常优美，让人期待接下来的旋律。这次会议只是一次前奏，真正的讨论还在后面。心仪已久，在内心里喜欢、仰慕或希望已很长时间了。他终于买到了那块心仪已久的手表。经过努力，他考上了自己心仪已久的专业。万事俱备，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完成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会议万事俱备，就等领导到场了。晚餐万事俱备，只差你来了。不妨，表示做某事没有坏处，可以尝试或提出一种建议。天气这么好，我们不妨去公园走走。既然大家都有空，不妨一起吃个饭吧。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记得到我的 Patreon 上去下载今天视频的文本和词汇列表。如果你想找到更多中级水平的听力材料的话，也可以在我的 Patreon 上找到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